单车评测这一期的主角是它，比亚迪秦 L。这辆车是我们自己买的，次顶配120公里超越型。今天呢，我们会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加速、制动性能、纯电续航、亏电油耗以及舒适性和做工，来一场全网最全、最细致的评测，要一个一键3连，不过分吧？首先，第一部分性能实测。我们的这一台次顶配的秦 L 呢，官方给到0-100加速成绩是7.5秒，它是用到了比亚迪最新的第5代混动技术。这台车车身尺寸，包括车身重量，都要比秦 Plus DM-i 更大更重的，但是官方给到的成绩呢，却是更快了。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们来跑一跑。首先，现在的电量是69%，我们关闭空调，然后调到运动模式。好了，现在出发。哇！这起步可以啊，发动机也很快介入了。哇，这个中后段的提速也可以。其实今天的户外温度真的挺高的，表显现在的户外温度37度、38度了。这么高的温度，其实对于一台新能源车，它的发动机、电机的性能输出是有一定影响的。可是，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刚刚已经跑了3次哈，比亚迪秦 L 最快的0-100加速成绩是7秒多。对于这样一台尺寸已经超过4.7米的车型来说，加速成绩我觉得已经不错了。而且我个人之前也试过很多次比亚迪秦 Plus DM-i， 给我的感觉，秦 L 用到了第5代混动技术的秦 L， 它的起步要比秦 Plus DM-i 起步更快一点，然后发动机介入的时间也更快了。中后段提速也更猛，给我的感觉还是不错的。我们现在再来测一下这一台车它的100公里制动距离。从结果来看呢，秦 L 100公里制动最短距离是37.68米，这个成绩呢在同级表现还算不错了。而且在30多度的室外高温下，连续测试制动性能呢并没有太大的衰减，在制动过程中呢，车身姿态也保持得较好。这台比亚迪秦 L 官方公布的100公里亏电油耗是2.9升，这个油耗说实话我个人是有所怀疑的。即便它真有这个实力，我想那也是在一个人开，在不开空调的理想状态下达成的数据。所以这期视频啊，我们就模拟最真实的用车场景，看一看秦 L 它最真的亏电油耗是多少。在测试亏电油耗之前呢，我们先看它的纯电续航怎么样。好，先和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一次测试的条件。然后今天室外温度其实挺高的，35度、36度了，所以全程必然是开启空调的，温度20度，风速4档，动能回收呢调到标准。然后在 EV 模式下，我们主要模拟日常的行驶状态，主要是走一走市区拥堵的路线和市区的环线，速度基本上控制在50上下。现在满电的状态下，秦 L CLTC 纯电续航是120公里，发动机一旦介入的话，我们就停止测试。这一台比亚迪秦 L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它有一个 AI 能耗管理。当我的电量15%的时候，发动机介入了，但这个时候它的 AI 能耗管理纯电续航里程直接归0了。但是如果我在强制 EV 啊，就是长按 EV 模式，它还可以在纯电模式下进行行驶，这就挺有意思的。如果我们按照它的 AI 能耗归0这个条件下去计算的话，我们一共是行驶了101.7公里，除以120，相当于它的续航达成率就是84.75%。在这么高的温度下，车里面还有3个成年人，这个续航达成率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啊！而且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这一台比亚迪秦 L， 它跟其他电车不一样，它的前半段反而比较虚。比如说我们跑前面的50公里纯电续航的时候，它的续航达成率差不多是80%左右，但是跑到中后段，它的续航达成率又上来了，这个挺好玩的。
OK， 现在电量是13%了，依然是亏电状态下，我们会去加油站加满油，接下来会跑150公里的路程，包括50公里的市区和100公里的高速路段，来看一看这台比亚迪秦 L 它的亏电油耗是多少。测试条件呢跟之前一样，全程开启空调，温度20度，风速4档，动能回收呢是标准模式，看看它的实测亏电油耗是多少。趁着测油耗呢，和大家来聊聊这台比亚迪秦 L 它的驾驶体验啊。核心当然是比亚迪最新的第5代混动系统，它的电机性能更强了，能耗呢更低了。这一点其实我们可以从刚刚测的纯电续航达成率这一块能看得出来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它的驾驶体验，它的工作逻辑。EV 模式下，我觉得没必要多说了。这个时候这台车就相当于一台纯电车，和电车开起来没有太大差别。然后 HEV 模式下，我觉得是它变化最大的地方。红绿灯起步的时候啊，你轻踩油门，这个时候发动机实际上是不介入的，单电机驱动，这个时候体验上是比较平顺的。如果你再深踩一点的话，发动机就直接介入了，发动机加电机驱动，体验的速度上更快了。总结起来就一句话，起步更快了，加速更丝滑了。如果你是在高速上行驶，这个时候深踩油门 ，P1 加 P3 加发动机三者呢共同出力，这个时候加速超车就更快更安全了。还有我看网上有网友说这台车 NVH 表现一般，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我们就在 HEV 模式下分别测一下时速60、80和100的环境下，它的 NVH 分贝值分别是多少？在时速60、80和120公里每小时下，秦 L 车内的分贝值分别为58.4、60和66.5。最终我们在行驶了154.5公里之后呢，比亚迪秦 L 加油7.2升，换算下来100公里亏电油耗是4.6升。作为一款家用轿车，乘坐舒适性也是衡量它实力的一个关键指标。我们先去比亚迪秦 L 的后排看一下它后排空间和乘坐舒适性怎么样。比亚迪秦 L 它的轴距是2790毫米。我坐进后排之后，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它的腿部空间是多少。我身高是1.72米，现在腿部空间差不多有接近3拳的富余，头部1拳2指的富余，这个空间表现已经很不错了。最关键是它这个座椅啊，皮质用料是这种打孔的皮质用料，看起来挺有质感的。然后对我腿部的承托力也挺棒的。最关键的是，感觉对我腰部的包裹性也挺好的，而且这个倾角。我觉得挺适中的，至少你在长途出行的时候，这样躺着不会有太多的不适。作为一辆混动的家用轿车，从我们这一次的评测结果来看，比亚迪秦 L 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亏电油耗呢，在我们的预期范围之内，它的纯电续航达成率也很高，关键是乘坐舒适性远远超过我的预期啊。所以，作为一辆混动的家用轿车，结合这样的一个价位，我觉得把同级的燃油车像轩逸、朗逸、卡罗拉这些远远甩开了。你们觉得呢？欢迎你们讨论。